冰岛是一个充满着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文化的国家，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事实和独特的特征。一、火与冰之国冰岛，这个位于大西洋中的小岛国，以其独特的火山活动和壮观的冰川景观而闻名于世。它被称为火与冰之国，这个称号并不是空洞的赞美词，而是对这个国家独特自然景观的真实描述。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冰岛的火山活动。冰岛位于大西洋中脊之上，这是一个地质活跃的地区，火山活动频繁。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自然的熔炉不断的喷发和形成新的地形。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克雷里火山，它在2010年爆发，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次爆发不仅对航空交通造成了影响，也让人们对冰岛的火山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除了火山，冰岛也以其壮丽的冰川景观而闻名于世。冰岛的冰川是北极圈内一道壮观的风景线，它们巍峨耸立，气势磅礴。游客可以参加冰河践行活动，踏上这片白雪皑皑的土地，亲身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冰岛的冰洞更是独一无二的景观，它们是冰川中形成的天然洞穴，如同冰雕艺术品一般，令人叹为观止。火与冰之国不仅是冰岛自然景观的描述，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独特的地热现象。冰岛地热资源丰富，几乎100%的家庭使用地热供暖，而且地热也被用于温泉和温室种植等方面。在冰岛，你可以看到火山爆发的火焰与冰川融化的冰水共存，形成了一幅壮丽的景象。这种火与冰的对比不仅存在于自然景观中，也体现在冰岛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中。冰岛人勇敢而坚韧，他们习惯与大自然抗争，同时也尊重并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热爱大自然，尊重环境，这也反映在他们对地热能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冰川的行动中。因此，当人们提及冰岛时，往往会联想到火山、冰川和地热，这些元素构成了冰岛独特的自然景观，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地。身临其境，亲身感受冰与火的交织，你会被这个神奇而壮丽的国度所深深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二、地热能。冰岛是一个地热能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几乎100%的家庭使用地热供暖。冰岛以其丰富的地热资源而闻名于世，这种资源的充足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地热能不仅是冰岛居民的重要能源，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景点之一。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冰岛地热能的来源和利用方式。冰岛位于地球上的地热活跃带之一，这里的地壳异常薄，地下热能储备丰富。地热能主要来自地球内部的热能，透过地热井和地热泉等方式被开采出来。在冰岛，你可以看到许多地热井，从中冒出的热气弥漫在空气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冰岛人将地热能应用于各方面，最显著的是暖气系统。几乎所有的冰岛家庭都使用地热供暖，这不仅节能环保，而且能够应对寒冷的气候。在冰岛的冬天，当寒风肆虐之时，你可以在温暖舒适的室内享受地热带来的温暖。除了供暖，地热也被用于温泉和温室种植等方面。冰岛有许多天然的温泉，如蓝湖和露天温泉，游客可以享受舒缓的温泉浴，放松身心。而地热也被用于温室种植，冰岛人在这里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品尝到新鲜的农产品。冰岛的地热能不仅为居民带来了便利，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重要景点之一。游客可以参观的热发电厂，了解地热能的开采和利用过程，亲眼见证地热能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改变。而在温泉和温室中，游客可以亲身体验的热的神奇魅力，感受大自然的恩赐。因此，冰岛的地热能不仅是一种能源，
也是这个国家独特的自然景观之一。身临其境，亲身感受地热的奇妙，你会被这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国度所深深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3. 冰岛，这个被大海包围的奇妙角落，仿佛是大自然的一次完美创作。它位于2大板块交汇处，拥有着世界最年轻的岛屿之一的称号。这里的地下岩浆活跃异常，数不尽的火山构成了这片土地的灵魂。每当火山喷发，整个欧洲的航空就陷入了混乱。这种巨大能量的释放也曾改变过历史的走向。冰岛的自然景观如同来自月球或火星，狂野而霸气，让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冰岛人以勤劳著称，他们从古至今都将劳动看作是一种光荣的事情。这种勤奋与刻苦不仅展现在他们的工作中，更体现在他们对文化和传统的传承上。冰岛语是一种活化石，古老而纯粹，保留着北欧古代的语言特色。这里的文化生活深受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影响，基督教信仰、古典北欧语的使用都是这里独特的文化符号。而冰岛的民主传统也令人钦佩。早在公元930年，他们就召开了公民大会，成为欧洲最早的议会。这种自由与民主的精神贯穿了冰岛的整个历史。冰岛的命运曲折多变，但他们始终坚韧不拔。从古代的共和国到被挪威、丹麦蹂躏，再到2战后的独立，冰岛人民一直在追求自由与尊严。通过勤劳努力，他们逐渐脱离贫困，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冰岛的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渔业资源，成为支撑经济的重要支柱。冰岛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勇于面对挑战、坚持不懈的精神。这里的景色如诗如画，自然与文化的融合，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奇迹与人类的智慧。无论是沉浸在大海的交汇之中，还是感受着火山的力量，冰岛都是一个充满故事和魅力的地方，值得每个旅行者去探索和领略。4. 冰岛被称为无数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称号，而是对这个国家独特自然景观的真实描述。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上，气候寒冷，地质年轻，因此几乎没有树木生长的条件。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冰岛为何被称为无数国家。冰岛的气候是极端寒冷的，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很低，且风力强劲，这对树木的生长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此外，冰岛的地质年轻，大部分土壤贫瘠，缺乏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再加上火山活动频繁，常常会对植被造成破坏，因此在冰岛几乎没有树木生长。尽管冰岛几乎没有树木，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事实上，冰岛的无数景观反而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景，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始和壮丽。在冰岛，你可以看到广袤的荒野和高耸的山脉，洁白的雪原和湛蓝的湖泊。这里的风景犹如一幅壮阔的画卷，让人心旷神怡。此外，冰岛的无数景观也为观星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你可以在清澈的夜空下尽情欣赏星空的美丽。冰岛的无数景观也反映了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冰岛人习惯于在这片荒野中生活，他们依赖大自然提供的资源，尊重并珍惜大自然的恩惠。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体验到淳朴而自由的生活氛围。因此，尽管冰岛是一个无数国家，但它的无数景观却是它最独特和吸引人的地方之一。5. 冰岛有着悠久而令人着迷的维京历史，这段历史让这个岛屿国家充满了神秘和魅力。维京人是冰岛的第一批定居者，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冰岛的面貌，也塑造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维京人的历史。
维京人最早是北欧海盗和探险家，他们在公元9至10世纪之间，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发，向西航行，探索和定居了许多地方，其中就包括了冰岛。根据历史记载，维京人由诸如英格鲁、埃里克雷德等领袖率领，他们怀着对新世界的好奇和勇气，横渡大西洋，最终抵达了冰岛。维京人在冰岛的定居过程是一个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历程，他们面临着极端的自然环境，寒冷的气候和荒芜的土地使得农业和畜牧业都变得困难。尽管如此，维京人仍然坚持下来，并通过开垦土地、放牧畜牧等方式，逐渐适应了这片新的土地。维京人在冰岛的定居不仅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也带来了北欧文化和传统。维京人的到来标志着冰岛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以维京时代命名，成为了冰岛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个时期，维京人建立了许多定居点，开展了农业、畜牧业和贸易活动，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社会和法律制度。维京时代也是冰岛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都诞生于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是《埃达》，这是一部描述北欧神话和英雄故事的史诗作品，对冰岛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冰岛保留着许多维京时代的遗迹和文物，这些遗迹见证了维京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和文化。游客可以参观维京时代的定居点、墓地和博物馆，了解维京人的生活和文化，感受这段充满冒险和勇气的历史。身临其境，你会被冰岛维京历史所深深吸引，对这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国家充满了好奇和向往。6. 冰岛的阿克雷里火山是一个令人着迷且神秘的地方，它是冰岛最著名的火山之一，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我深深着迷于这个拥有壮丽景观和动人故事的火山。下面让我来向您详细介绍一下。首先，阿克雷里火山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位于冰岛的南部，距离首都雷克雅未克约120公里。火山呈现出壮丽的三角形形状，它高达1.651米，是冰岛最大的火山之一。阿克雷里火山是一座冰川火山，覆盖着厚厚的冰层，而在火山口附近也形成了壮丽的冰川湖。阿克雷里火山不仅以其壮观的地理景观而闻名，还因其历史上的爆发而闻名于世。最著名的是2010年的爆发，这次爆发对全球航空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的航班取消和延误。然而，尽管如此，阿克雷里火山的爆发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他们在距离火山安全的地方目睹了这场壮观的自然景观。除了历史上的爆发，阿克雷里火山也是一个极具科学价值的地方。科学家们常常前来这里进行研究，以了解火山的活动和地球的地质过程。火山的周围地区也是生态学家的天堂，因为这里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许多珍稀的植物和动物在这里生活。对于游客来说，阿克雷里火山提供了许多令人兴奋和难忘的活动。您可以参加火山探险之旅，徒步穿越火山口，欣赏壮丽的冰川景观，并听取导游关于火山历史和地质的介绍。您还可以参加冰川徒步之旅，穿越冰川湖，探索冰川的奇妙世界。此外，您还可以在火山附近的小镇和村庄中寻找住宿，品尝当地的美食和啤酒，并与当地居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在阿克雷里火山的脚下，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壮丽，并对这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地方充满好奇和向往。
总的来说，阿克雷里火山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发现的地方。它结合了壮观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科学价值，对于任何旅游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亲自前往阿克雷里火山，感受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7. 冰岛马是冰岛的国宝，也是这个神奇岛屿的一大亮点。作为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我深深着迷于这些坚韧而美丽的生物。下面让我来向您详细介绍一下。首先，冰岛马是一个古老而纯种的马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达1000年以上。根据历史记载，冰岛马最早是由挪威和丹麦的维京人带到冰岛的。他们为了应对严寒的气候和崎岖的地形，培育出了这种适应力强、耐寒能力强的马匹。冰岛马在冰岛的自然环境中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培育，这使得它们成为了一个独特而珍贵的马种。冰岛马外表优雅，体型中等，毛色多样，有灰色、黑色、绯色等。最具特色的是它们的长毛和丰厚的鬃毛，这些特征使得它们在冰岛的极端气候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冰岛马不仅外形优雅，而且具有出色的体力和耐力，这使得它们成为了冰岛人的得力助手。在冰岛的严寒气候和崎岖地形中，冰岛马可以轻松应对各种挑战，为冰岛人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此外，冰岛马还用于放牧、农业和狩猎等方面，是冰岛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在冰岛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外，冰岛马还是一个受到游客喜爱的旅游景点。在冰岛，您可以参加马背骑行之旅，骑着冰岛马穿越冰岛的壮丽景观，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这是一个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绝佳机会，您可以欣赏到壮观的冰川、瀑布、火山和草原，并与冰岛马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和联系。在冰岛，还有一项传统的活动，叫做奥利马特，这是一个每年一度的活动。冰岛人会齐聚一堂，骑着马匹将牧场中的马匹聚集起来，进行清点、检查和选拔。这不仅是一个展示冰岛马传统的活动，还是一个冰岛文化的庆典，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和参与。总的来说，冰岛马是冰岛的骄傲和宝藏，它们不仅是冰岛人的得力助手，还是冰岛的文化象征和旅游景点。我深信，任何来到冰岛的游客都会被这些坚韧而美丽的生物所吸引。8. 冰岛的极光是大自然的奇迹之一，也是许多旅游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作为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我深深着迷于这种神秘而美丽的自然现象。下面让我来向您详细介绍一下。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极光的形成原理。极光是由太阳风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当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的磁层时，它们会与大气中的气体发生碰撞，产生能量，从而产生出璀璨的光芒。极光的颜色多变，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气体产生的光谱不同，其中最常见的颜色包括绿色、紫色、粉红色和蓝色等。冰岛是观赏极光的绝佳地点之一，它位于地球的极地地区，因此有着绝佳的观测条件。极光季节通常从9月到次年4月，这段时间是观赏极光的最佳时机。在这段时间内，冰岛的天空常常出现璀璨的极光，让人目不暇接。在冰岛观赏极光，有几个地点是特别推荐的。首先是雷克雅维克市郊的露天区域，这里远离城市的光害，天空通常比较清晰，观赏极光效果较好。其次是冰岛的南岸和东岸地区，这里的景色壮丽，有着广阔的天空和壮观的山脉，观赏极光的效果更为出色。此外，冰岛的冰川地区也是一个绝佳的观赏极光的地点，
您可以在冰川上搭建露营帐篷，近距离欣赏到极光的美丽。在冰岛观赏极光，不仅可以欣赏到壮丽的自然景观，还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魅力。当极光在天空中舞动时，它们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和神秘。此外，在观赏极光的过程中，您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和啤酒，与当地居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这将是一个难忘的旅行经历。冰岛的极光是一个绝佳的旅游目的地，它结合了壮丽的自然景观、神奇的自然现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对于任何旅游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9. 冰岛的蓝色湖泊是这个神奇岛屿的一大亮点，也是许多游客梦寐以求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作为一个热爱旅游的导游，我深深着迷于这些美丽而神秘的湖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蓝色湖泊的形成原理。蓝色湖泊是由于湖底沉积的稀藻和矿物质与冰河水混合形成的，这些矿物质反射阳光的光线，呈现出美丽的蓝色。冰岛拥有许多蓝色湖泊，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冰岛西南部的格拉西亚蓝湖和西洪纳福特蓝湖。这些湖泊的水质非常纯净，清澈见底，湖水呈现出深邃的蓝色，令人惊叹不已。冰岛的蓝色湖泊不仅有着美丽的景色，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在冰岛的民间传说中，蓝色湖泊被认为是神秘和神圣的地方，人们相信湖泊中有着神奇的力量，可以为人们带来好运和幸福。因此，许多冰岛人会前来这些湖泊祈祷和祭祀，希望得到神明的庇佑。对于游客来说，冰岛的蓝色湖泊是一个绝佳的旅游目的地。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壮丽的自然景观，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魅力。在格拉西亚蓝湖，您可以参加划船和钓鱼等活动，探索湖泊的神秘之处，欣赏湖泊周围的壮丽山景。在西洪纳福特蓝湖，您可以参加热水浴和泡温泉等活动，感受冰岛独特的地热文化，放松身心，享受舒适的时光。冰岛的蓝色湖泊还是一个绝佳的摄影地点，您可以在这里捕捉到令人难忘的瞬间，留下美丽的回忆。湖水呈现出深邃的蓝色，与湖泊周围的壮丽山景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画面，让人流连忘返。冰岛的蓝色湖泊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发现的地方，它结合了美丽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对于任何旅游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旅游目的地。10. 冰岛的冰川徒步，这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又刺激的活动哦。谁说旅行只能舒舒服服地坐住观光大巴？来冰岛，让我们一起挑战极限，徒步穿越冰川，感受大自然的震撼和力量吧。让我们来谈谈冰川的魅力。冰川是冰岛的一大宝藏，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壮观的冰川景观。冰川的冰雪融化，形成了许多湖泊和瀑布，风光旖旎，美不胜收。但是，冰川也是充满挑战的地方。穿越冰川需要良好的体力和技巧，绝对不是单纯的散步活动哦。让我们来看看冰川徒步的必备装备。首先是冰爪，这是徒步冰川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提供额外的抓地力，防止滑倒。其次是冰斧，这是用来攀登冰川的必备工具，可以用来穿透冰层，提供支撑。还有冰帽、防水衣、登山鞋等装备，都是保证安全的必需品。让我们来谈谈冰川徒步的乐趣。穿越冰川，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和力量，欣赏到壮观的冰川景观，沉浸在冰雪世界的美丽中。而且，徒步冰川还可以锻炼身体，提高体能和耐力，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乐趣的活动。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冰川徒步的安全问题。
冰川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冰层可能不稳定，存在隐藏的裂缝和凹陷，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导游的指示，穿着合适的装备，保持警惕。冰岛的冰川徒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刺激性的活动。穿越冰川，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和力量，沉浸在冰雪世界的美丽中，是一个难忘的旅行经历。所以，如果你喜欢挑战，喜欢冒险，那么不妨来冰岛试试冰川徒步吧。11，一起探索冰岛的瀑布奇观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瀑布可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景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震撼的自然力量，以及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瀑布名字。冰岛最着名的瀑布斯科加瀑布，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斯科特福，但别被名字吓到了，这可是一个壮观的瀑布哦。斯科加瀑布高达60米，水流湍急，气势磅礴。站在瀑布前，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自然的力量秀中。欣赏一下冰岛最具特色的瀑布——酸奶瀑布。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别担心，这个瀑布可不是用来做酸奶的，而是以其特殊的黑色玄武岩柱而闻名。站在这个神秘的瀑布前，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幻的童话世界。冰岛最壮观的瀑布德图法瀑布，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哦。德图法瀑布水流湍急，站在瀑布前，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自然的瀑布狂潮中。冰岛最奇特的瀑布——瀑布冰淇淋，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垂涎欲滴？别担心，这个瀑布可不是用来做冰淇淋的，而是以其特殊的冰河水流而闻名。站在这个神奇的瀑布前，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冰淇淋的世界中。冰岛的瀑布是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这里有着壮观的自然景观，让人目不暇接。不妨来冰岛感受一下这些瀑布的魅力吧。12，和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心惊胆颤又舒心惬意的旅游目的地——冰岛的热泉。如果你想要在寒冷的冰岛体验一场温暖舒适的泡温泉之旅，那么你来对地方了。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冰岛最著名的热泉——蓝湖。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迷人的魔力，不是吗？蓝湖的湖水呈现出浓郁的天蓝色，温度保持在摄氏37至40度之间，非常适合泡温泉。在蓝湖，你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冰岛风景，放松身心，享受温泉的舒适，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放松方式。让我们来看看冰岛的另一个热泉——露天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神秘的味道。露天泉位于冰岛的西南部，是冰岛最古老的天然温泉之一，拥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皮肤非常有益。在露天泉，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和力量，享受到身心的放松和舒适，这可是一个绝佳的疗愈之旅。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冰岛的冰火之泉。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冰火交融的地方。冰火之泉位于冰岛的西南部，是一个集温泉、桑拿和冰河湖于一体的度假胜地。在冰火之泉，你可以在冰岛的大自然中尽情放松身心，感受到冰火交融的神奇力量，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冒险之旅。让我们来看看冰岛的秘境热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神秘的氛围。秘境热泉位于冰岛的北部，是一个藏在山谷中的天然温泉，被周围的大自然所环绕，景色壮丽。在秘境热泉，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神秘，享受到温泉的舒适和放松，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探险之旅。冰岛的热泉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这里有着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身体非常有益，而且还可以享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寒冷的冰岛体验一场温暖舒适的泡温泉之旅，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些绝佳的热泉景点。13，
冰岛的冰洞简直就像是来自童话世界的奇妙景观，每一次踏足其中都会让人心生敬畏和兴奋。作为一位热爱冒险的旅行者，我有幸亲身体验了冰岛的冰洞之旅。冰洞的壮丽景观，冰岛的冰洞由冰川中的融水流动而形成，而在冬季，这些水流会冻结成冰，形成壮观的冰洞。当你踏入冰洞时，你会被其令人惊叹的冰雕和冰柱所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水晶宫殿中。冰洞的冒险体验，进入冰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常需要专业导游带领，并且具备适当的装备。但是，一旦你踏入了冰洞，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和兴奋，每一步都充满了冒险的味道，让人难以忘怀。冰洞的神秘之处，在冰洞中，你会发现各种奇特的冰形状，有的像是冰凌，有的像是冰瀑布，还有的像是冰柱。这些冰形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仙境般的世界。谈谈冰洞的感受和体验。在冰洞中，你会感受到一种与世隔绝的安静和平静，只有冰块碰撞的声音和脚步声回荡在耳边。而当你仰望冰顶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无尽的壮阔和神秘，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一般。冰岛的冰洞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旅游目的地，它将你带入一个充满神秘和冒险的冰冷世界，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无尽的魅力。14. 冰岛的文学传统结合了丰富多彩的故事、神话和传说，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为这片神秘的土地增添了无限的魅力。作为一位热爱冒险的旅行者，我有幸深入了解了冰岛的文学传统，让你们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冰岛的史诗传说。冰岛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古老史诗的国家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埃达和尼伯龙根。这些史诗讲述了冰岛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和战争历史，以其宏伟的气势和丰富的想象力深受人们喜爱。冰岛有着众多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尔德拉克斯内斯。他的作品深刻地描绘了冰岛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现实，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洞察力赢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赞赏。冰岛的诗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埃达和萨美敏传奇。这些诗歌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浪漫情怀，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赢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近年来，冰岛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当代冰岛的生活和社会现实，为冰岛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冰岛的文学传统是这片土地独特魅力的一部分，它蕴藏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化底蕴，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窗口。我深信，任何来到冰岛的旅行者都会被这个充满历史和神秘色彩的文学世界所吸引。15. 冰岛中部高原为惊人，火山、温泉、极光、精灵、北欧神话。这些一提到冰岛就会让人联想到的词语，带着一股遥远神秘的色彩。在那个听起来浪漫寒冷的国度，有着不可方物的美丽的景色，也有着动人的古老传说。冰岛意为冰冻的陆地，而实际上，这块游离于北欧大陆之外的岛国，却是地热丰富、渔业发达的国家。北欧神话中对地球和人类的最初描写，很久很久以前，世界分成一冷一热两大块，一条又宽又深，被人们称作金农家的大裂缝，横跨在两个地带之间。有一天，火焰和冰块碰到一起，冷热相遇，冉冉升腾的烟雾和水蒸气中间站起来邪恶巨人伊米尔，还有一头巨大的母牛安德胡马拉。它们是宇宙间仅有的生物。安德胡马拉不停地舔住冰块，用它的乳汁养育了伊米尔。忽然，冰块光芒四射，出现了英俊的众神祖先布里。
于是，宇宙间长久激烈的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开始了。伊米尔杀死了布里，布里的孙子奥丁又杀死了伊米尔。诸神用巨人的身体造成一个世界，头作天，肉作地，骨化为山，血成为海，牙齿变为岩石，毛发变为草木。他们又用2株树干做成第一对男女，即阿斯克和埃玛布拉，这样就有了天，有了地，也有了人。一个被称为米加特的新世界出现了。米加特的意思是中庭，因为它独立于海洋之中，四面是浩渺的大水，这里冰岛便被勾画了出来，孤傲而冷静地立在大西洋中间，充满了人类古老的传奇。16. 冰岛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不仅以其壮丽的冰川、崎岖的火山和绚丽的极光闻名于世，还有着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其中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矮人传说。据说这些神秘的小人们隐藏在冰岛的各个角落，守护着珍贵的宝藏和古老的秘密。传说中，在冰岛的深山老林和幽静山谷中，生活着一群身形矮小、面容奇特的小人，他们就是冰岛的矮人。这些矮人据说生活在地下深处的石洞里，他们精通挖掘和雕刻，手艺堪比任何人类的工匠。据说，冰岛的矮人是大地之神创造的，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守护着土地的平衡和和谐。在冰岛的各个地方，你都可以听到关于矮人的传说。有人说，在冰岛的东部海岸有一座被称为矮人之石的巨石，据说是矮人们在夜晚聚集的地方，传说在这里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和欢笑声。而在冰岛的西南部有一座名为矮人瀑布的瀑布，据说是矮人们的家园。他们在瀑布的背后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屋，隐藏在瀑布的喷雾之中，只有纯洁善良的人才能找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冰岛的矮人传说不仅是一种神秘的传说，更是一种富含哲理和启示的文化传承。矮人是勤劳而善良的，他们敬畏自然，尊重土地，从不肆意破坏大自然的原始美。因此，人们常常把矮人视为自然的化身，是对大自然最真挚的敬畏和崇拜。在冰岛的文化中，矮人被视为大自然的守护者和神秘的生灵，他们居住在地下深处的石洞里，精通挖掘和雕刻，被认为是大地之神创造的。冰岛的矮人传说充满了神秘和魅力，人们相信在冰岛的各个角落都可能会发现矮人的踪迹。冰岛人对矮人传说十分尊重，他们认为矮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土地的守护者，因此在做任何可能影响到矮人居住地的行为之前，他们都会进行慎重考虑。冰岛人会请通灵者咨询矮人们的意见，以确保不会打扰到他们的居住地。冰岛的节日中有4个与矮人有关，包括新年前夕1月6日的第12夜、仲夏精灵之夜和圣诞节。在这些节日里，冰岛人会留下食物和礼物，以示尊敬和感谢矮人们的庇护。精灵首都哈夫纳夫杜尔市是一个让人神往的地方，被誉为是冰岛的精灵首都。这座城市建在熔岩之上，被认为是精灵们的老家。游客可以前往这里探索精灵之家，感受矮人传说的魅力。17. 冰岛这片神秘的土地，一年四季都在上演着各种令人心驰神往的节日，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诱人而神秘。对于一个人口只有32万的小国家来说，冰岛的节庆活动之丰富令人惊叹。艺术气息浓郁，文化遗产丰富，这片土地培育了无数艺术家，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和乐队，如比约克、Sigur Rós 等。不论是在雷克雅未克还是其他城镇，无论大小，各地的节庆活动都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艺术的魅力。租一辆车，自驾游览冰岛，去探索这些令人兴奋的节日，是最佳的方式之一。
从北部的阿克雷里到东部的法斯科尔菲尔，再到西部的霍芬镇和西部峡湾地区，冰岛的每个角落都有属于它的独特节日，每一个都充满了惊喜和乐趣。想要参加这些小型节日，最好的方法就是结交当地人，他们会邀请你参加他们家里的庆祝活动。在他们的家中，你可以尽情享受美食、音乐和舞蹈，体验到冰岛人的热情和好客。冰岛的节日几乎集中在夏季，你完全可以在短短1个星期内参加多个节日，尽情享受欢乐。首先是维斯特曼岛露营节，这是冰岛1年中最盛大的露营周末。从周4开始到周1结束，整个岛上都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们在这里享受着美食、音乐和舞蹈，度过愉快的时光。冰岛电波音乐节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音乐盛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和乐队前来表演。每年11月举办的这个音乐节，为雷克雅未克增添了无尽的音乐魅力。雷克雅未克的同志大游行是冰岛最大的节日之一，整个市中心都沉浸在五彩斑斓的派对氛围中，人们尽情狂欢，庆祝着平等和多样性。而雷克雅未克文化之夜则是一个展示城市多样文化和艺术的绝佳机会。每年8月的第3个周六，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此外，雷克雅未克国际电影节、美食玩乐节、Berlin 音乐节、Lange 艺术节等等，都是不容错过的冰岛节日盛事。冰岛的每一个节日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音乐、艺术还是美食，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节日，让人流连忘返，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和魔力的世界中。18. 冰岛是一个小岛，人口稀少，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国家中，却诞生了这样一款令人垂涎的美食，所以真的不能根据国家大小来决定一切啊。热狗就是香甜大面包，加上热腾腾的香肠以及一些鲜嫩的蔬菜等制作而成的美食。看似简单的几样食材组合到一起，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诞生了这款别致的美食。食材加上另一种食材，或许就构成了一款独特的美食。热狗就是这样的。相信大家都吃过热狗，但是在你吃之前，你知道它的由来吗？或许你们都不知道冰岛这个地方，不说别的，就单来说热狗的口感就够说上一阵了。咬一口下去，伴住清脆的声音，这自然是蔬菜了。然后就是热乎乎的烤肠，以及香喷喷的面包，还有挤在面包上的果酱，一时间热的、脆的、香的都混合在一起，伴随着牙齿的咀嚼，味道越发浓烈。脆嫩的蔬菜，富有弹性的烤肠敲打着你的口腔壁，松软适当的面包，Q 弹可口的烤肠肉，以及新鲜的蔬菜刺激住味蕾。来自冰岛的美味，让人感受到来自冰岛这个国家的人民热情和独特的风俗。吃下热狗的感觉非常的爽，热狗或有巴掌大，几口就吃完了。可是胃依然没有满足，叫消着要再吃几个。又是一个热狗进入胃，口感丝毫不会因为吃了第2个而觉得腻，反而这香甜的味道久久挥散不去。每一口热狗带来的极致享受，让人不由自主地爱上热狗这种美食。没有吃过的人是不会知道热狗的滋味的。凡是吃过的人都会爱上热狗。19. 冰岛这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让人沉醉在荒原上那绵延的绿色海洋中。走在这片北极地带的土地上，你会发现冰岛的植被是如此丰富多样，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冰岛的夏天虽然短暂，但南部不同月份的花朵却会在同一时间绽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兰花和龙胆属植物在这里盛开，虽然相对较小，但却生机勃勃，顽强生长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从地理角度来看，冰岛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它的地貌却异常丰富多彩。火山活动形成了黑色的沙滩、土地和山体，给冰岛增添了神秘色彩。
白色也是冰岛的主色调之一，洁白的海浪、融化的冰川、瀑布和地热喷泉构成了冰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而绿色则是冰岛生命的象征。荒原上绿色的植被覆盖着山川，为大地增添了生机，展现出山体的肌肉和骨骼。秋天，植物开始变色，斑斓的秋色在风中摇曳，给冰岛增添了更多色彩，让人陶醉其中。夜晚，幸运的人们还能欣赏到极光的美景，以及黄金瀑布上的彩虹，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额外馈赠，令人感到幸福无比。站在山坡上，眺望着那一片片绿色的苔原和远处的白桦树，感受着冰岛生生不息的活力，让人心旷神怡。在冰岛的旅途中，你会发现无处不在的风景、无尽的惊喜以及对自然的感悟。走在冰岛的路上，你会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快乐地哼起歌来，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迹和美好的世界中。近年来，冰岛逐渐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观鲸目的地之一。这片被大海环绕的土地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加上冰岛对环境的高度保护，使得这里成为了众多不同种类鲸鱼的栖息地。对于我们这些不懂行的外行人来说，或许对于鲸鱼的了解并不深，也许担心听不懂英文说明，但在对这个活动的期待下，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我们选择了冰岛北部的胡萨维克来参加观鲸活动。在上网搜索之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地点。虽然一开始犹豫，但这个地点的选择并没有让我们绕路。驾车向北行驶的路途非常舒适，视野开阔，仿佛人生也变得更加辽阔。沿途的路并不拥挤，车辆也不多，让我们的旅程更加愉快。9月初的冰岛北部，白天的温度已经开始降至1.5度。虽然路上的风景令人心动，但我们也只是匆匆停车，拍照后迅速上车，完全不愿意多做停留。冰岛拥有充足的夏日阳光，海洋中有着冷暖交汇的洋流，以及深浅适宜的峡湾，这些条件造就了冰岛周边海域成为了磷虾和各类鱼类的理想栖息地，也为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鲸鱼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在网上的介绍中，不同出发港口参加的观鲸团所能看到的鲸鱼种类也不尽相同。在冰岛最常见的是小须鲸，全年都有机会看到它们的踪迹。虽然我们并不懂行，但对于我们来说，能看到任何一种鲸鱼就已经满足了。冰岛有许多观鲸的圣地，而胡萨维克更被誉为欧洲观鲸之都。在冰岛的其他地方，如北部首都阿克雷里、西部的斯奈山半岛，夏季也有许多观鲸旅行团。而在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旧港，观鲸团更是全年都有。报名后，我们收到了一些注意事项。观鲸团会提供防风防水的连身服，这件衣服非常重要。在船上风很大，非常冷，幸好有这件衣服，才让我们在船上不至于感到冻寒。如果担心晕船，可以事先告知，他们会准备晕船药。我亲身体验晕船药非常有效，但务必在上船前一段时间就服用。虽然回程时可能会有些晕船，但已经拍摄了几百张鲸鱼的照片，实在是太值得了。冰岛的绒毛是冰岛羊的毛绒，这种羊的历史悠久，是纯种羊的代表。冰岛羊的历史和冰岛马一样久远，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们是北欧海盗从斯堪的纳维亚和爱尔兰带来的羊的后代，基本上没有与其他羊种杂交，因此保持了纯种。在这1000多年的特殊环境中，冰岛羊形成了抗寒耐病的独特能力。冰岛绒毛可以水洗，但要注意不能用热水，热水会导致严重的缩水，因此用冷水洗涤是必要的。洗净后应阴干，避免暴晒或使用烘干机，因为冰岛绒对热不耐，容易缩水。另外，在日常清洗时，最好使用羊毛专用的清洗剂，以保持其质地和特性。
冰岛绒的外纤维长而坚实，散发着光芒，内纤维则细腻柔软，保暖性能卓越。冰岛羊毛质地略硬，但密度高，所制衣物保暖效果良好且轻薄。这种材料不易起球，但容易脱毛，因此清洗时应注意使用冷水和专用清洗剂。冰岛毛在现今非常流行，其历史、文化和传统代表着北欧高品质。不同地方购买价格有所不同，跳蚤市场上可买到便宜货，大商场则有牌子货，价格从100-200到1-2000不等。手工编织的冰岛毛衣常常受欢迎，尤其是罕见花色和独特款式，价格更高。重要的是，购买冰岛毛衣要看缘分，因为常常会发生尺码或款式不符合预期的情况。22. 飞鱼在世界上是最为常见的鱼种之一，在北大西洋有许多不同的种群，其中3个种群与冰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种群在1967年左右因过度捕捞而崩溃，其中大西洋飞鱼是与冰岛北部海岸关系最密切的鱼类之一。西格卢菲厄泽 Siglufjord 是冰岛最北端的城镇，也是冰岛的飞鱼之都，保留着昔日辉煌的痕迹。飞鱼对冰岛人的生活和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冰岛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飞鱼捕捞。这种丰富的饲料鱼在大西洋大量产卵，为曾经面临贫困和发展停滞的冰岛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冰岛鱼飞鱼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867年，延续到了1968年。在这段时间里，冰岛因庞大的飞鱼储量吸引了无数渔民和工人。在1910年至1969年的飞鱼冒险时期，每年夏天，数千名来自冰岛各地的季节性工人涌入西格卢菲厄泽，为飞鱼捕捞和加工工作。飞鱼在冰岛的出口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为冰岛带来了经济上的稳定和繁荣。在战争年代，冰岛的盐渍飞鱼成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食物来源，被广泛出口到瑞典、德国、俄罗斯、芬兰、丹麦和美国等国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飞鱼捕捞方式发生了改变。1968年标志着飞鱼冒险的结束，过度捕捞导致了渔业的崩溃，给冰岛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尽管如此，飞鱼这条鱼改变了整个冰岛社会的面貌，促进了城镇和城市的发展，也留下了自己在冰岛文化中的烙印。它帮助塑造了冰岛经济格局，也在冰岛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3. 冰岛，一个不受战火蹂躏的角落。很多人都好奇，这个世界上为何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在2次世界大战中竟然可以保持安宁。首先，冰岛的地理位置值得关注，它坐落在北极圈附近，四面环海，风景美不胜收，但也因此难以发展传统的农耕业和工业，因而未引起强国的觊觎。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在战争时期成为了它的避风港。其次，冰岛人口稀少，仅有37.6万，比起其他国家的庞大人口来说，仿佛是一个小角色。这样的人口数量对于强国来说没有太大的利益吸引力，也减少了冰岛被侵略的可能性。再者，冰岛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躺平策略，它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追求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经济扩张，而是保持低调，尽量不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这种低调与谨慎的态度，使得冰岛在战争中保持了一定的安全。冰岛在战争时期还善于审时度势，它不远于任何国家对抗，也不会主动寻求冲突。面对英国的入侵，冰岛虽然口头上表达抗议，但实际上并未采取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避免了更大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冰岛成功抱大腿。在二战后期，冰岛仅仅依靠美国的支持，不仅解决了安全问题，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冰岛与美国的合作，使得它在战争结束后得以迅速崛起，而不受战争的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让冰岛成为了一个不被战争影响的国家。它没有被卷入战火，没有被摧毁，反而在战争的阴云下获得了一份安宁与发展。这种与世隔绝的宁静，也让人不禁向往，想要亲自去感受那份与世无争的宁静与美好。24，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北极圈边缘的土地上，冰岛以其宛如外星异域般的景色而闻名。整个岛屿上，你可以看到火山和冰川、悬崖和海滩、峡谷和苔原、地热和温泉，处处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但人烟稀少，树木罕见，仿佛置身于奇幻影视作品中。冰岛因其巨大的冰川覆盖面积和丰富的雨水资源，而拥有许多壮丽的瀑布。据不完全统计，冰岛总面积的11%都是瀑布，这也为冰岛赢得了瀑布之国的美誉。南部是冰岛最著名的瀑布聚集地，有黄金大瀑布、斯科加瀑布等，是冰岛旅游的明星景点。而在北部地区，有一座独具仙气十足的瀑布，名为众神瀑布。这座瀑布虽然规模不如黄金大瀑布那样宏伟，但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它位于冰岛第2大城市阿克雷里和米湖地区之间，沿着1号公路驶过就能看到它的身影。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众神瀑布的水量丰富，常年长流，气势磅礴。水流如半圆形弧度从悬崖峭壁间跌落而下，声势浩大，令人惊叹。这个瀑布也有着许多古老的传说。据说，在中世纪时，为了平息宗教危机，冰岛议会将旧时北欧诸神的雕像扔入了瀑布，将它们随水流冲走，以此来结束北欧神话文化。因此，这个瀑布得名众神瀑布，成为了北欧奇幻文化的象征。游客们可以沿着岩石走到瀑布底部，近距离感受水流的气势，体会自然的壮丽与力量。有些人甚至在悬崖边上拍照，这种亲近自然的体验让人心生敬畏。站在瀑布下，你会感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这种触动内心深处的感受，是冰岛之旅的25。冰岛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岛屿之一，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孕育着独特的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美食。走进冰岛人的饮食世界，你会发现环境是如何塑造文化的。冰岛虽然是被火山组成的小岛，但冰岛人已经习惯了与火山共处。他们从火山中获取能量，享受着天然的硫磺温泉和黑褐色的火山岩。冰岛人甚至利用火山口烤面包，这种方式独特而又富有冒险精神。面点师们利用活火山来烤制冰岛传统的黑面包，这是一项挑战和技艺的结合。他们选择合适的火山口，将面糊装进耐高温的容器中，在黄油润滑的容器里埋藏在火山岩下，耐心等待24小时。这样烤出的面包内部松软有嚼劲，带着特有的硫磺味，是冰岛人的美食之一。尽管这种面包的味道对外地人可能有些挑战，但在冰岛，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风味和文化。如果你来到冰岛旅游，不妨尝试一下这款黑麦温泉面包，它蕴含了大自然的馈赠和冰岛人对环境的融合。泡在温泉中，品尝这样的面包，将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冰岛的面包文化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美食，更是对环境的敬畏和利用。面点师们用手来感受火山的温度，这种对自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令人感动。冰岛的饮食之旅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赞美。26，冰岛语的精美之处吸引着许多人。尽管面临着灭绝的危机，但冰岛人一直在努力保护他们的母语。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冰岛政府与 OpenAI 合作，成功训练人工智能学习冰岛语，为语言的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
冰岛屿曾经面临过灭绝的危机，因为缺乏数字技术的支持，冰岛屿在网络世界中的存在受到威胁。然而，冰岛人不远看到自己的语言消失，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护冰岛语。一些冰岛科技公司积极参与语言数据库的收集，政府也发起了语言保护计划。通过收集语言资料建立数据库，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训练，冰岛成功地让人工智能学会了冰岛语，这为语言的存续提供了新的希望。冰岛的语言保护工作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政府还设立了类似语言规划部的机构，负责审定外来词语，并推广冰岛语的使用。此外，冰岛人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和自豪感也是推动语言保护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他们深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愿意为保护语言而努力。通过人工智能学习冰岛语的成功案例，我们看到了科技在语言保护方面的潜力。冰岛人的努力为其他小众语言的保护提供了启示。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努力，即使是小国，也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语言和文化。27. 当你想到去冰岛旅行时，你会想到什么？也许是那些野性十足的风景，让人陶醉的北极光，或是那些温暖的温泉。但是，有没有想过，冰岛隐藏在阴影中的秘密，可能才是真正塑造这片土地的力量所在？在这个看似超凡脱俗的地方，冰岛的历史充满了丰富而奇妙的民间传说。从早期北欧定居者编织的神话般故事，到如今丰富多彩、因人而异的故事，冰岛的神话传说充满了神秘感和魅力。这些故事不仅是简单的童话，它们承载着生活的智慧与启示。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严酷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并非易事，就算对维京人来说也是如此。与世隔绝、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传说成为了人们心灵的支柱。从高耸的海岸悬崖到活火山，再到那些迷人却又致命的海滩，每一处都隐藏着危险。而当地人用精心编织的故事来教导下一代如何与极端环境共存。精灵是冰岛最著名的神话生物之一，也被称为 Haudafolk， 即隐藏的人。他们在人类世界中过着与我们并无二致的生活，但也有着独特的特征。虽然是否相信精灵仍是个谜，但当你在冰岛旅行时，你可能会看到人们为精灵建造的小木屋，感受到这种神秘存在的氛围。巨魔是另一个冰岛传说中的角色，他们大而贪婪，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传说中。在冰岛的黑沙海滩，你可以找到据说是巨魔石化遗骸的岩层，这些岩层见证了古老的传说，让你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圣诞小伙子是冰岛传统中的另一个角色，他们在圣诞节期间会给好孩子送礼物，给不听话的孩子则送去烂土豆。这些传说不仅展示了冰岛文化的独特性，也为冬季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而尼库尔则是另一种神秘的存在，它们在湖中或湖畔出现，以迷人的外表吸引人类，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无论你相信与否，冰岛的神话传说都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一份神秘的魅力。当你踏上冰岛之旅时，你将沉浸在这些古老故事中，感受到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灵魂的冒险。28. 在冰岛，似乎到处都是隐藏的诗人、政客、商人、司马员。为求医学突破钻研当地遗传隔离性的科学家们，33万冰岛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日常工作之外都对作诗有所涉猎。其中就包括戴维·奥德森，这位2002年冰岛银行私有化时期在任的前总理，2008年冰岛银行破产时期在任的前央行行长，可是个科班出身的诗人。冰岛海盗党领袖比基塔·约恩斯多蒂尔颇为自傲地称自己是政治诗人。
他14岁时发表的第一首诗名为《黑玫瑰》（Black Roses），讲述了一场核灾难。卡利·斯蒂芬森是世界顶尖遗传学家之一，也是冰岛基因解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回忆了自己1996年写下的一首诗，那是在克隆羊多利 Dolly 诞生几个月后写就的。我当时有点烦。斯蒂芬森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办公室有着狭长的窗子和多块计算机屏幕，看起来有点像太空舱的内部。我处理这种烦躁情绪的方法之一就是写首小诗。说完，他开始背诵起那首小诗。在明媚的阳光里，迷失了方向不幸之人的幸福啊，该去何处寻觅？幸运只是他的一面，其他的一切都令人生厌。在冰岛，诗歌是一种全民娱乐，而并非什么专业活动。冰岛大学 University of Iceland 冰岛文学教授斯温伊格维埃吉尔松 Svein Ingvi Eagleson 说道：“这是身为冰岛人的一部分。”他说：“很迷人，对吗？”他说：“早年间，诗歌是社交聚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常是即兴创作，那时还经常会举行诗歌比赛，得奖的往往是那些最诙谐、最尖锐的诗歌。他还表示，冰岛最流行的诗歌形式是 Furskaitla， 由4句押韵的诗句组成，可以分为2部分。冰岛人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写作，关于诗歌的书籍总是很畅销。据冰岛国家图书馆统计，2014年冰岛出版的书籍中，诗歌类书籍销量位列第3，仅次于小说类和艺术类。那一年，冰岛出版的诗歌类书籍数量远远超过经济类与公共管理类、金融类，似乎一本都没有。这也许与当地寒冷的海洋性气候与漫长的冬夜有关。人们常常觉得无聊，于是就会试图相互取乐。埃吉尔松教授说，诗歌就是其中的一种取乐方式。这样的文化氛围让冰岛成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国度，每个角落都流淌着诗人的灵感与创作。无论是在政治、科学还是普通人生活中，诗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这片美丽的土地增添了一层独特的文化色彩。29冰岛的雷克雅未克，那是一个伟大的海洋王国，也是我心中最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之一。这个国家坐落在北大西洋中，被壮丽的大自然环绕着，而雷克雅未克作为它的首都，则是冰岛渔业的心脏。这里的渔业历史悠久，承载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漫步在雷克雅未克的海滨，仿佛能听见海浪与渔船的低语，感受到古老渔业文化的深厚底蕴。冰岛人自古以来就依赖着这片广袤的海洋为生，捕捞着各种海产品，而这一切都成就了雷克雅未克渔业的独特魅力。在渔船上，我感受到了冰岛渔民的勇敢和坚韧。他们每天冒着寒冷和风浪，捕捞着新鲜的海鲜，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走进渔业加工厂，我看到了现代化的渔业生产线，海鲜被精心加工和包装，准备出口到世界各地。品尝雷克雅未克的海鲜美食，仿佛一场味蕾的盛宴。新鲜的鳕鱼、大西洋鳟鱼、虾和鱼子酱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我流连忘返。这些美味的海鲜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也让我更加了解了冰岛人对于海洋资源的珍视和利用。而在渔村中，我感受到了那份宁静与纯粹。渔民们的生活节奏缓慢而自在，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渔业传统和文化。走进当地的餐厅和零售店，我看到了冰岛人对于海产品的热爱和创意，各种美食琳琅满目，让人垂涎欲滴。在渔业景观中，我发现了冰岛渔业与旅游业的完美结合，渔港、渔船、捕鱼活动成为了旅游者的热门景点。我也参与其中，体验了一把真正的渔民生活，与当地渔民交流，听他们讲述着渔业的故事和传奇，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海洋王国的魅力所在。
冰岛的渔业发展既有悠久的历史，又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在这里，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我看到了当地政府和社区共同努力，推动着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限制过度捕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确保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不仅是一个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岛国，更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旅行目的地。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渔业的繁荣与发展，更体验到了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热爱旅行，期待着未来再次踏上这片海洋王国的土地，继续探索它无尽的魅力和故事。30. 雷克雅未克，这座位于冰岛尽头的北欧之都，是一个充满静谧与活力的城市。虽然人口相对较少，但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体验这片世界尽头的异域风情。首先，来到雷克雅未克，你会被它那充满北欧文学艺术气息的氛围所深深吸引。无论是参观博物馆、艺术馆、摄影展览，还是在咖啡厅、酒吧或 Harp 音乐厅聆听音乐现场演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底蕴。漫步在拉格维格尔购物大街上，随手选购一些当地特色的纪念品，更是体验冰岛独特魅力的方式之一。而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就是哈尔格林姆教堂。这座壮丽的建筑不仅是冰岛最大的教堂，更是整个市区内最著名的地标之一。教堂外观犹如玄武岩熔岩流景观，而教堂前的 Leifur Erikson 雕像更是向世人展示了冰岛独立之父的伟大。不仅如此， Harp 音乐厅也是雷克雅未克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北极光和冰原风格的自然风光为灵感，建筑设计别具一格。在这里举办的音乐会和表演，让人仿佛置身于冰与火的魔幻世界。另外，特宁湖也是一处不可错过的风景。湖水平静如镜，在湖畔漫步，可以欣赏到冰岛议会大厦、政府大楼等建筑的倒影。尤其是在无风之日，这里的美景更是令人陶醉。总的来说，雷克雅未克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还有着壮丽的自然景观和充满活力的现代气息。无论是文化探索还是自然风光，都能给你留下难忘的回忆。